入住新房当天，老公的白月光却挺着大肚子从我的主卧里走出来，满脸得意。看什么看？这房子登记的可是我和宝宝的名字，你一个外人还不快滚！老公不仅不解释，反倒骂我小心眼，冻结了我的工资卡，让我长个教训。一手养大的儿子更是拿刀捅伤我，让我滚出他们一家4口的生活。见我倒在血泊中，婆婆却挂断我的求救电话，嫌我晦气，将我扔到门外。屋内他们其乐融融，看着鲜红的房本笑出了声，以为从此高枕无忧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间新房甲醛超标10倍，一呼一吸蕴含剧毒。直到白月光的孩子没了，老公一家全部确诊白血病等死的时候，他们才悔不当初，哭着求我救他们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黄脸婆，给我滚出婉婉阿姨的家，这里不欢迎你！眼前，儿子复然面目狰狞地冲我嘶吼，抄起水果刀就朝我的腹部刺来。随着尖刀的没入，皮肉瞬间绽开，腹部流出一阵温热，像是有万千蚂蚁在啃食一般。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，疼得冷汗直冒。我捂着伤口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儿子，这还是我那个乖巧懂事的儿子吗？记忆里，儿子一向心疼我，会在我劳累一天后给我捏肩捶腿，会钻进我怀里撒娇。他还会在看到我满手的烫伤后懂事地给我上药，更会在看到我为了生他留下的剖宫产伤口后心疼地流泪。可现在，他却为了林婉这个外人，对我这个亲妈拔刀相向。一旁的林婉，也就是我丈夫的白月光，明明满眼得意，却偏偏假惺惺道：“冉冉，舒婷姐毕竟是你亲妈，你倒也犯不着动刀。她不喜欢我，我走就是了。”儿子拉住林婉，看仇人一样的看着我：“婉婉阿姨，这是你家，而且本来就是黄脸婆有错在先，要走也是她走。”我觉得讽刺，复然是我的亲儿子，可他却帮着林婉赶我走。但他忘了，这是我的房子。前面我来到新房，想收拾东西，却意外撞见林婉挺着大肚子从我的主卧里出来，还遭到了他的出言挑衅。我下意识地对了2句，让他尽快搬出我家。没想到儿子却不乐意了，他护着林婉，对我恶语相向，后面更是气不过，直接拿刀捅伤了我。见我愣神，儿子对着我又是狠狠一脚，直接把我踹倒在地，腹部的伤口开裂得更大，鲜血汩汩流出。我的衣裙被瞬间染红，冷汗早已浸湿了我的后背。我咬紧牙关，捂着肚子蜷缩在地，儿子却是一脸冷漠，转身扑进林婉怀里，肆意撒娇，甜甜地唤他妈妈。林婉抱紧儿子，还不忘朝我投来挑衅的目光。舒婷姐，冉冉喜欢我的很，她叫我妈妈，你不会介意吧？看着紧紧相依的2人，我眼眶不禁湿润。儿子生下来就体弱，是个高需求宝宝，所以我格外上心。为了更好地照顾他，我放弃热爱的事业，主动辞职在家，当起了家庭主妇，换尿布、冲奶粉都是我亲力亲为。为了给他试奶温，我不惜在手背上烫出了密密麻麻的水泡。他高烧时也是我更是废寝忘食的照顾，整整3天都不曾合眼。为了给他做健康的1日3餐，我更是钻研食谱，埋头厨房，从如花似玉的姑娘熬成了他口中满脸憔悴的黄脸婆。可到头来，我却养出来一个对我挥刀相向的白眼狼。我拼尽全力将儿子推开，强撑起身子，准备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见我对儿子动手，婆婆立马冲上来，怒甩我2巴掌。
我被扇得满嘴是血，双颊火辣辣的疼。他却一把夺过我的电话扔掉，任由我瘫倒在血泊中，还要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怎么还嫌丢人不够，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你丢得起这个人，我可丢不起。一旁儿子不仅没阻止，反而乐得拍手叫好。这时林婉突然捂着胸口作呕，这屋里都是血腥味，恶心的我孕吐都犯了。婆婆立马朝林婉投去关心的目光，随即冷眼瞪我，晦气东西，偏偏要在这里恶心人。婉婉肚里的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不等我开口，婆婆已经连拖带拽的将我扔到了门外。我觉得讽刺，之前婆婆摔伤腿的时候，是我给她端屎端尿、擦身喂饭，日夜不休的亲自照顾。她家里欠下巨债，也是我主动拿出嫁妆替她填补窟窿。当时她说会把我当亲闺女对待，可现在她却一点恩情都不顾，到底是一片真心喂了狗。我自嘲一笑，趁机爬过去捡起手机，凭借最后的意识给丈夫富琛打去电话。现在我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富琛了。我和富琛结婚7年，他一直对我宠爱有加，是世人眼中的宠妻狂魔。平时我连手破个皮他都心疼的不行。月子期间，婆婆因为妇然体弱，认定是我不忌口，各种针对我。她故意刁难，给我做了一份辣子鸡。富琛气得当场就把辣子鸡扣到了婆婆头上，扬言婆婆再和我作对，就把她送回老家。这也是这些年婆婆一直和我不对付的原因。想来林婉会住这儿也是婆婆的主意，她总是会当着我的面念起林婉的好，以此来刺激我。但因为有富琛给我撑腰，我并没有往心里去。富琛向来舍不得我受委屈，要是让他知道我被婆婆和儿子这么欺负，他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很快电话接通，我一股脑地和对面诉说了委屈。本以为富琛肯定会一如既往地护着我，可下一秒他的话却让我瞬间如坠冰窟。妈和然然怎么可能会欺负你？你不就是因为婉婉的事心里介意吗？行了，别闹了。婉婉是我接来家里住的。我一愣，握着手机的手不住地攥紧，指尖发白。林婉居然是富琛接回来的。这时林婉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看到我在给富琛打电话，她瞬间红了眼眶，哽咽道：舒婷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不高兴了。我不该劳烦你帮我切水果的。就我这种克死丈夫的晦气女人，果然还是应该离开这里。儿子一听，瞬间冲上来抢走我的手机，替林婉打抱不平。爸爸，这不是婉婉阿姨的错，都怪妈妈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婉婉阿姨又打又骂。她不仅让婉婉阿姨滚出去，还差点拿刀捅伤了婉婉阿姨。我一愣，这还是我印象里那个正直善良的儿子吗？之前因为我被人造谣抄袭，儿子气得连开10几个小号和水军对骂，说会永远保护我。可现在他却为了林婉亲自造起了我的谣。婆婆也趁机附和：就是儿啊，你真该好好管管这个媳妇了。我抢回手机，正要开口解释，对面却传来富琛冰冷的声音：沈舒婷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叫你洗个水果，你还委屈上了？你的手是金子做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直都把婉婉当妹妹，我的家就是她的家，有我在，你休想赶她走。之前的富琛舍不得我受半分委屈，现在却为了林婉公然叫我难堪，我心如死灰，冷笑道：好，那我走。富琛停顿片刻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就收到了工资卡冻结的消息，还有富琛发来的短信：你的工资卡我冻结了，算是给你长个教训。我觉得好笑，
这些年，我为了照顾父琛一家老小，放弃大好前途，辞职在家。父琛本来答应好的，每月按时给我发工资。一开始，他的确信守承诺，每月按时给我工资。可是越到后面钱就越少。再后来，他索性懒得给我发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去要。日常花销都是拿嫁妆补贴，后来嫁妆也用完了，我实在没办法向父琛开口要钱，他却恼了。自家人要什么钱？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再说，钱不是刚给过你，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？是不是又乱买什么了？就知道伸手要钱，一点都不体谅我的辛苦。我也拿不出钱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之后，我只能在操持家务带孩子之余，上网做些兼职，补贴家用。父琛已经忘了，他已经整整1年没给过我钱了。不过现在我也懒得解释什么。想到这儿，我按灭手机。婆婆瞥到了那条短信，一脸幸灾乐祸，还想向我儿子告状。那可是我儿子，又怎么会帮你一个外人？我眼都没抬，咬着牙，捂着伤口，一瘸一拐地转身离去。刚走没多久，天空就下起了细密的小雨。偏偏我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半袖，雨点落在身上，寒意刺骨，伤口还在流血。雨水进入，钻心蚀骨的痛袭来，我脸色泛白，下一秒两眼一黑，昏了过去。再睁眼，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眼前医生刚给我上完药，包扎好伤口。见我疑惑，他耐心地和我解释，是一位好心的路人把你送来的。话说，你老公呢？你都伤得这么重，他怎么也不照顾着点儿。不等我开口，手机便响了，是林婉更新的朋友圈，配文：某人冒雨排队专门买回来的灌汤包，真香。照片里声称自己加班的父琛却满眼温柔地给林婉喂包子，儿子则窝在林婉的怀里撒娇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我却觉得可笑，前面他还说没空，挂断了我的电话。可林婉只是嘴馋，想吃包子，他就立马冒雨排队去买，更是宠溺投喂。其实这不是父琛第一次双标了。自从林婉回国后，他对我就越发的敷衍和不耐烦。只因林婉说自己肚疼下不了床，他就抛下我们的纪念日，跑去给林婉送药，独留我枯坐到天明。林婉怀孕的时候，父琛也格外关照，还特地在晋升院长的关键时刻请假去他家里照顾。他说是因为林婉丧夫，所以诸多关照。可他看向林婉的眼神分明在拉丝。何况之前我怀孕的时候都没有这种待遇。我孕吐难受，想让他请假照顾我，他却斥责我不懂事。我马上就要晋升正教授了，这个时候请假岂不是功亏一篑？林婉吃火龙果，不喜欢吃籽，他就用牙签耐心的一个个挑了出来，再喂给他。可我之前只是想让他给我剥个橘子，他就嫌我事多，让我自己剥。在他心里，我永远都比不过林婉。父琛都偏爱的这么明显了，偏偏我之前太过恋爱脑，都选择性的忽略了，还自欺欺人了这么多年。想到这儿，我自嘲一笑，回答医生：我老公他忙着照顾怀孕的白月光呢。医生沉默，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，我却丝毫不觉得难受，只觉得心如止水。我本想熄灭手机，好好休息，却收到了林婉的艾特，点开一看，他又更新了动态，是一张鲜红仿本的照片，配文：心上人送的礼物。评论区里一片羡慕和祝福。我知道这是林婉的挑衅，若是之前看到他发的朋友圈，我会难受心痛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点了个赞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林婉还不知道，
这栋新房甲醛超标，我今天去新房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件事，让他们暂时搬离一段时间的，甚至我都提前预约好了甲醛清理，就准备搬离后让他们上门服务。不过现在不需要了。想到这儿，我果断取消了预约，任由他们自生自灭。希望林婉他们得知自己住的是夺命房后，还能笑得出来。等伤口愈合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缴费出了院。出院后，我立马联系了律师，让他帮忙拟定离婚协议。这之后，我把拟好的离婚协议一并带回了傅家。刚到家，就看到傅琛坐在沙发上，满脸阴沉。终于回来了，你知不知道婉婉被你气得差点没了孩子？你倒好，反倒闹起离家出走了。赶紧过来，给婉婉道歉。傅琛身边的林婉满脸得意，嘴角疯狂上扬。不用说也知道，她肯定是在傅琛面前搬弄是非了。婆婆和儿子也在一旁疯狂落井下石。爸爸，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，她是怎么欺负婉婉阿姨的。儿啊，婉婉肚里的可是你。总之，你不能轻饶了这个贱妇。婆婆儿子大概是忘了，在他们生病的时候，都是我陪着照顾的。可现在他们却为了林婉对我多番指责，恶语相向，真是两头白眼狼。闻言，傅琛眉头紧皱，墨色的眸子里迸射出寒意。愣着干嘛？还不滚过来给婉婉道歉！我冷笑一声，反手把离婚协议甩到了傅琛面前。我回来可不是为了道歉，而是为了和你离婚。傅琛一愣，脸色立马难看了起来。离婚协议？你闹够没有？吃醋也得有个度。我觉得可笑。我成全他和林婉的爱情，他怎么反倒不乐意了？我冷冷道：我没闹，你们一家都喜欢林婉，正好给你们腾位了。傅琛脸色越发阴沉，青筋暴突。你离了我就是个二手货，除了我谁还会要你？我没想到记忆里温文尔雅的傅琛居然会说出这种话，偏他还是大学教授，思想竟然这么迂腐。这时，一向沉默的林婉也夹着嗓子开口了：这婚不能离。沈淑婷，你这些年一直都在家混吃等死，但是离婚你却能分走一半的财产，这不公平。我瞥了一眼林婉，还没上位，她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了。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捞女，偏偏傅家人把她当成宝。婆婆也是瞪圆了眼睛。离婚可以，但你得净身出户。傅琛冷眼看我，借机威胁。没错，你要离婚就得分文不要。这些年都是我在赚钱养家，凭什么你离婚了还要分走我一半的财产？我心中冷笑，到底是我瞎眼看错了人，一片真心喂了狗。我真心爱了傅琛7年，可他却连离婚都要算计我。不过现在我也懒得计较，只想尽快离开傅琛。想到这儿，我点了点头，可以，我同意了。闻言，林婉嘴角疯狂上扬，都快憋不住笑了。傅琛则是脸色铁青，紧抿下唇。在他愣神间，我催促他签字。最终，傅琛满脸不情愿地签了字。我小心翼翼地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叠好放进口袋，转身上楼收拾行李。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在这里生活了7年，属于自己的东西却连一个行李箱都装不满。衣柜里大部分都是傅琛父子俩的衣物。这时，我无意中瞥到了衣柜角落里2条落了灰的围巾。这2条围巾是我亲手给傅琛父子织的，可他们却一次都没戴过。他们解释说是找不到了，没想到却是扔在这里生灰。既然他们不稀罕我的爱，那我便悉数收回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把手里的围巾扔到了垃圾桶里，又摔碎了我和傅琛的婚纱照。做完这一切后，
我心里畅快，拉着行李下楼。见我走得这么决绝，傅琛冷声道：“沈淑婷，今天你只要踏出了这个门，就别指望我会回头。”闻言，我加快了脚步。我从来就没有回头的打算。之前那个爱他们入骨的沈淑婷已经被他们亲手杀死了。现在，我不会再围绕他们转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离开后，我去找了闺蜜合租，安置好行李后，我打开电脑，给中意的公司投去简历，并附上了自己过往的设计作品。之前为了家庭，我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设计事业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犯蠢了。我通过了筛选，顺利入职。虽然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，但我的工作能力却不容小觑。很快，我就适应了新工作，还得到了上司的认可。自从远离了傅家人后，我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心。我不用再费尽心思的讨好傅琛，也不用再劳心劳力的照顾傅然。我可以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，可以尽情的逛街购物追剧，还能在工作中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价值。至于傅琛，自从和我离婚后，他就频繁在朋友圈里发亲密照秀恩爱，试图刺激我。有他和林婉互喂饺子的照片，还有他们在沙发上拥吻的照片。每一张照片的背景都是新房，照片里的他们日渐憔悴，脸色也是肉眼可见的惨白。看样子他们已经病入膏肓了。不过我也懒得提醒，都离婚了，还管他们做什么？这天，闺蜜加班，让我帮忙去接一下她女儿甜甜。我果断应下。刚到学校门口，就遇到了傅琛和林婉，他们正好也来接傅然。我才想起来，傅然也在这所学校。看到是我，傅琛抬眸：“你怎么也在这儿？”不等我回答，林婉便开口挑衅：“沈淑婷，几日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这么落魄？发现离开了阿琛不好过吧？也是难为你了，还特意跟踪我们到这里。”闻言，傅琛高扬起下巴，挑眉道：“沈淑婷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珍惜，现在才后悔，晚了。”看着他这副自恋的模样，我一阵无语。这时，傅然和甜甜出来了，我没再搭理傅琛，笑着朝甜甜走去。见我走近，傅然满脸嫌弃：“你怎么来了？赶紧走，我才不要你接，真给我丢脸！”我冷笑一声，绕过他，直接牵上了甜甜的手。我也不是来接你的，你少自恋。甜甜笑着扑进了我怀里撒娇，一口一个干妈的叫着。我笑着应下，牵着她就要离去。傅然愣住，下一秒他直接冲到我面前，梗着脖子道：“你是我妈，怎么可以让别人喊你妈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谁是你妈？别乱叫！你妈明明是林婉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林婉当你妈，以后她就是你妈了，我不会再管你了。”傅然这才发现林婉和傅琛都在，他冷哼一声，朝他们跑去。或许是为了气我，他故意抱紧了林婉的胳膊。没错，只有婉婉阿姨这么漂亮的人才配当我妈。若是之前，我肯定会被他这番话气得吃不下饭，难受的躲在被窝里哭。但现在，我只是淡淡瞥他一眼，便转身离去。我正要离去，林婉却叫住了我：“淑婷姐，童言无忌。再说，然然也没说错，你不会介意的吧？”我眼皮都懒得抬，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一个小三而已。今天他能背叛我，明天也能出卖你。被我这么一对，林婉脸色铁青，气得就要抬手扇我。可下一秒，他就捂住了肚子，虚弱道：“我的肚子好疼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的小腹就见了红。傅琛立马跑到林婉身边，将她抱进怀里，满脸关切。傅然则对我又踢又踹，我反手将他推倒在地。之前你是我儿子，我对你诸多忍让，现在你都不是我儿子，别妄想我会继续忍你。
傅然被吓得哇哇大哭，傅琛来气，冲上来对着我就是一巴掌。你个毒妇！不仅把林婉气得见了红，还对然然动手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儿子和林婉肚里的孩子有什么好歹，我要你好看。我却冷笑，有空关心我，还不如多关心一下你自己。傅琛一愣，你什么意思？话音未落，他就扑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下一秒，傅琛整个人直挺挺地朝地下倒去。傅琛不由瞪大双眼，沈淑婷，你都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勾唇冷笑，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。你会吐血是因为你的心房甲醛超标了。傅琛紧抿薄唇，眼里满是难以置信。甲醛超标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肯定又在扯谎骗我。林婉也强忍痛意，冷眼瞪我。沈淑婷，你别以为这么说我就会把房子让给你，这房子已经写了我和宝宝的名，那就是我们的房子。你之前也答应了净身出户，这套房子你休想再要回去。闻言，傅琛眉头紧拧，脸色阴沉地看向我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忘算计，不可理喻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又扑地吐出一口脓血。我抱手冷笑，傅琛，现在你还觉得我在骗你？接连2次吐血，傅琛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，眼眸微动。难道心房真的甲醛超标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都是巧合。我只是因为最近工作太累了才会吐血。这时，林婉疼得受不了，她伸手扯了扯傅琛的衣角，气若游丝地让傅琛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傅琛强撑着掏出手机，正准备打电话，却发现手机没电了。他僵了片刻，随即朝我投来求助的目光。沈淑婷，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帮我们叫救护车！傅然也被吓得不轻，连忙跑过来抓着我的手哀求：妈妈，快打电话送爸爸和婉婉阿姨去医院吧！我冷冷将他甩开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手机也没电了。傅然顿时恼了，你骗人！我前面还看见你手机有80%的电。听傅然这么说，傅琛朝我射来眼刀。沈淑婷，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？不等他说完，我冰冷打断，那你们之前又何尝不是见死不救呢？你们对我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我手机没电，你们找别人去吧。说完，我带着甜甜头也不回地离去。甜甜一回到家就主动回房写作业，我则下厨给她做饭。甜甜很懂事乖巧，她心疼我劳累，写完作业后便主动来到厨房帮我一起洗菜做饭。吃饭的时候，她还主动把鸡腿夹到了我碗里。干妈吃。看着碗里的鸡腿，我不免动容。甜甜，你不是最喜欢吃鸡腿吗？还是你吃吧。说着，我就要把鸡腿夹到甜甜碗里，她却阻止了我。甜甜喜欢吃鸡腿，但甜甜更喜欢干妈，何况没有干妈辛苦做饭，甜甜也吃不到香喷喷的鸡腿。这鸡腿是甜甜孝敬干妈的。我鼻尖酸涩，一阵感动，突然想起之前我辛苦做了一天的饭，端菜的时候低血糖犯了，就顺手吃了一口傅然的巧克力。他却怒了，谁让你偷我巧克力的？不问自取就是偷。就你这样的小偷母亲，我说出去都嫌丢人。我只当傅然护食，也没多计较。只是后来我再也没吃过傅然的一口东西，这件事也成了我心中的一根刺。可现在甜甜却主动把鸡腿分享给我，这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爱与不爱的区别是这么的明显。傅然骨子里和傅琛一样自私凉薄，他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母亲一样尊重，只是把我当成免费伺候他的保姆。好在我和傅琛已经离婚了，这对自私父子我不要了。我和甜甜吃完饭后，
闺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。我立马把给闺蜜留好的饭菜从锅里拿了出来。倩倩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闺蜜看了我一眼，心力交瘁，还不是你那个奇葩前夫一家。听完她的吐槽，我才知道，我离开后，富琛他们最终被路人送去了闺蜜所在的医院，还是闺蜜给他们做的手术。舒婷，说来也奇怪，富家人知道林婉的孩子没了后，当场哭成了泪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死的是他们的亲生孩子呢。但他们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们一家都被确诊了白血病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拿到确诊单时的表情，那叫一个难看，整个医院都能听到他们的哭喊声。可惜当时我忙着手术，不然我肯定要用手机录下来，回来当着你的面循环播放。我心中冷笑，只觉得他们是自作自受，但是我还是从闺蜜的话里听出了一丝不对劲。倩倩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林婉肚里的就是富琛的孩子？闺蜜立马摇头，毫不犹豫地否决了，没这个可能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怀疑这个可能性，但后面我偷偷把富琛的样本和林婉孩子的样本拿去做了检测，发现他们的亲子关系根本就不成立。我可以打包票，林婉肚里的就不是富琛的孩子。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哭的，明明之前你受伤也没见他们哭这么伤心。说着，闺蜜开始替我愤愤不平了起来。我思索了片刻，让闺蜜把鉴定报告发给了我，正打算细看一下，富琛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刚接通，电话里就传出了他的怒吼：沈舒婷，看你干的好事，都是因为你，婉婉肚里的孩子没了，你赶紧滚来医院给婉婉赔罪。我正要拒绝，富琛却仿佛已经料到了我想说什么，先一步开口：我告诉你，别想着拒绝，我知道你现在住在你闺蜜家，也知道她的地址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就上门骚扰。默了片刻，我还是答应了她的要求，这是我的家事，我也不想拉闺蜜母女下水。刚到病房，富琛就冲上来甩了我一巴掌，一脚将我踹倒在地。你个贱妇，新房里有甲醛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？都是因为你，婉婉孩子没了，现在你满意了？我被扇得眼冒金星，腹部好不容易愈合的刀伤此刻也是隐隐作痛。这时，病床上的林婉捂着心口，泪眼朦胧地看向我：沈舒婷，你再怎么和我过不去，也不能对孩子下手啊！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也是母亲，怎么可以这么心狠？被他这么一挑拨，婆婆顿时来了脾气，伸出利爪冲上来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对着我又抓又挠，在我脸上留下好几道可怖的血痕。扫把星，你还我健康的大孙子！傅然也趁机扑上来，对着我的虎口就是狠狠一口，直接咬出了血。坏人，都是你害我们生病，害婉婉阿姨没了孩子。说着，傅然还想上来咬我第二口，我反手将他们甩开，大步上前，对着富琛就是狠狠一巴掌。当初我去新房就是想要告诉你们这件事的，还特意预约了清理甲醛的工人上门，不是你们亲自把我赶出门的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倒反过来怪我了，真好意思。听我这么说，空气瞬间凝固，众人语塞，但富琛还是愤愤不平，阴沉着脸咬牙道：既然你都预约了，为什么工人没上门？我耸肩冷笑，自然是取消了，都不是我的家了，我干嘛要多管闲事？闻言，林婉瞬间红了眼，声音哽咽：阿琛，要是早知道沈舒婷会这么疯狂，这房子我说什么都不会要的。可怜我无辜的孩子，他还那么小，还没来得及来这世上看一眼，孩子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。说着，
林婉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做事就要朝手腕上割去。傅琛连忙把水果刀夺过，心疼地将林婉揽进怀里。婉婉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我，都是我没保护好你们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和孩子平白受了这委屈的。说着，傅琛立马给律师打去电话，让律师把他名下的房产和财产都转让给林婉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傅琛温柔地替林婉吻去眼泪，这些就当是我给你和孩子的补偿。乖，别哭了，你都哭得我心疼了。林婉明明心里得意的不行，面上却偏偏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。阿琛，你有这份心意就好了，你知道的，我本来也就不是图你的钱。我听得想笑，林婉可真是睁着眼睛说下话。不图钱，他当初干嘛抛下傅琛远走出国？当初林婉嫌弃傅琛穷，抛弃他和富二代在一起，后面更是远走出国。傅琛被甩后患上抑郁，那段时间是我坚持不懈地陪着他，耐心地开导救赎他，帮他走出失恋阴影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陪着他奋斗，见证了他的成功。在他最窘迫的时候，我也依旧不离不弃，哪怕和他一起睡在不到10平的地下室里，陪他一起吃馒头配咸菜，我都毫无怨言。他能当上教授，很多论文的灵感都是我提供的。也是因为这样，傅琛在林婉回国前一直很宠我。后来傅琛成功了，当上了特级教授，林婉也闻着味回来了。我提醒过傅琛，他却说我是嫉妒林婉故意造谣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禁冷嗤。闻言，林婉的脸色立马难看了起来。你笑什么？是在故意嘲讽我吗？傅琛朝我射来眼刀，积攒许久的怒气瞬间倾泻而出。沈淑婷，你害死了婉婉的孩子，不思悔改就算了，现在还敢出言嘲讽。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给婉婉道歉，这是你欠她的。说着，他一把将我拽到林婉面前，将我的肩膀死死往下压，逼着我给林婉道歉。傅然也趁机对我又踢又踹，一口一个杀人犯的叫着。婆婆则是气得抄起保温杯就朝我砸来。贱女人，你害死了我的大孙子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因为被傅琛压着，我根本躲不开，保温杯的热水淋了我一头，杯子的碎片更是划破了我的脸，渗出丝丝鲜血。见我这样，林婉得意挑眉，唇角止不住的上扬。傅琛更是冷声质问：沈淑婷，你知错了吗？看他们这样，我再次冷笑出声。傅琛眸子愈发冰冷，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有脸笑？我勾唇道：我笑你们愚蠢。在傅琛疑惑的目光中，我冷笑一声，反手从手机里调出了亲子检测报告，对到了他面前。实话告诉你，林婉肚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看到亲子报告后，众人皆是一愣，傅琛脸色则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亲子关系不成立，这怎么可能？林婉眼里闪过一瞬的慌乱，很快便恢复了自然。她伸手拉了拉傅琛的衣角，楚楚可怜道：阿琛，你可别被沈淑婷骗了，她这是故意挑拨我们的情分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听他这么说，傅琛神色有了些许的动容。林婉松了一口气，死死瞪着我：沈淑婷，你向来擅长剪辑 PS， 这报告肯定也是你合成的，你真恶毒。我冷笑道：林婉，这肚里孩子到底是不是傅琛的，你心里清楚。在来之前我就已经调查过了，林婉在国外已经和那个富二代结婚了，只是后面富二代花天酒地，暴露本性，天天对他拳打脚踢，他受不了，这才跑回了国。但那个时候，她肚里已经怀了孩子，
他又刚好听说富琛已经成了成功人士，所以才会想着投奔他，找他接盘。心思被戳破，林婉脸色一僵，死咬下唇，疯狂嘴硬：“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，你在胡说！信不信我告你恶意造谣？”我一脸淡漠：“林婉，我没有造假，自然不怕你去告。我能保证这个鉴定报告是真的。你能保证肚里的孩子是富琛的吗？”被我这么一问，林婉当场哽住，脸色发白。富琛见状，眯起双眼，看向林婉的目光里满是怀疑。林婉一个劲地冲富琛摇头：“阿琛，你别听沈淑婷胡说，肚里孩子真是你的，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呢？”我冷笑：“是吗？那你敢不敢让富琛看看你的聊天记录？毕竟你已经结婚了，还一直和国外的丈夫有联系，不是吗？这些年他一直都和富二代保持联系，他们就是想让富琛喜当爹，替他们养娃，同时顺便卷走富琛名下的财产。”林婉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刚想拒绝，富琛已经先一步拿过了他的手机。“沈淑婷，你少血口喷人，婉婉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再清楚不过。她单纯善良，才不像你这样阴狠恶毒。”嘴上说着相信，可富琛还是诚实地解锁了手机，翻看开了林婉的聊天记录。在看清里面的内容后，他手指一僵，当场愣在了原地。下一秒，他直接把手机扔到了林婉面前，指着上面露骨的聊天记录以及林婉的结婚照，冷声质问：“林婉，这是什么？”林婉顿时慌了神，结巴开口：“阿琛，你听我解释。”不等他说完，富琛抬手就是一巴掌：“你明明结婚了，为什么要骗我？”富琛越想越气，下一秒直接伸手掐住了林婉的脖子，双眼猩红：“所以你肚里的孩子也不是我的，该死！我居然被你这个贱女人耍得团团转！”婆婆一听孙子不是自己的，也气红了眼，冲上去对着林婉又捶又打，更是疯狂薅她头发：“枉我还辛苦给你炖了那么多的老母鸡，那都是给我孙子准备的，你给我吐出来！”说着，婆婆就要去扣林婉的嗓子眼。铁证面前，林婉也不装了，当场撕破了脸，勾唇冷笑：“呵，没错，是我骗了你们，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太蠢，我说什么就信什么，你们自己蠢，又怪得了谁？”听林婉这么说，富琛不由收紧了手上的力度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贱女人，亏我前面还把钱和房子都转给了你，你赶紧把钱还我，不然信不信我掐死你？”林婉被掐得脸色青紫，却丝毫不肯妥协：“你都转给我了，那就是我的东西。富琛，你今天就是把我掐死，我也不会把钱还你的。倒是你把我掐死，就是故意杀人，可是要坐牢的，你敢吗？”闻言，富琛不由松开了掐着林婉脖子的手。林婉对着富琛的关键部位就是一脚，把富琛踹得嗷嗷直叫。趁富琛无暇顾及自己的时候，他抄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径直朝我刺来。“沈淑婷，都怪你，你去死！”千钧一发之际，警察冲了进来，三两下就将林婉制服。众人皆是一愣，我却勾唇冷笑。林婉意识到了什么，冷眼看我：“是你报的警？”我也没否认：“是我。”在来之前，我就猜到林婉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为了避免他们对我做出过激的事情，我就多留了个心眼，提前报了警。眼看警察来了，富琛一把扯过林婉，借机开口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来得正好。这女人不仅骗钱，还故意伤人，你们赶紧把她抓走。”林婉白了富琛一眼：“少血口喷人，这明明是你自愿赠予的。”他们两个僵持不下，警察询问道：“有人能证明吗？”
富琛思索片刻，伸手指向我。哟，他能证明。警察转头向我求证，富琛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，一副笃定了我会帮他的模样。可下一秒，我却冷冷开口：“我证明是富琛自愿赠予的。”富琛一愣，整个人一阵趔趄，差点摔倒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们7年的夫妻情分，你怎么可以背叛我？我却冷笑地瞥了他一眼。可当初你不是也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当初林婉抄袭了我的设计图纸，在设计大赛上荣获桂冠，而我因为在他后面出场，人们下意识地认为是我抄袭了林婉。事情闹大后，我让富琛出面替我澄清，毕竟在我无数个绘图设计的日夜，他都亲眼目睹，他是证明我清白的最佳人选。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富琛答应好替我澄清，却在发布会当天对着镜头当众指认我抄袭。我因此被网暴，被设计界除名。也因为这件事，我才会顺势辞职在家，当起家庭主妇。事后，富琛和我道歉：“舒婷，你知道的，婉婉怀孕，受不了刺激，只能委屈你了。纵然时隔多年，可当时的心痛和背叛，我却怎么都无法忘怀。”听我这么说，富琛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张嘴想解释，最终只能化作轻叹：“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知道你心中是有我的，不然怎么会替我们报警？”我一脸冷漠：“少自恋了，我报警是因为我要告你们故意伤害。”富家人皆是一愣，富琛更是脸色阴沉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你疯了？我们可是家人，你怎么能报警抓我们？”我嫌弃甩开，淡漠道：“从你们为了林婉抛下我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是家人了。”我推开富琛，径直走到警察面前，指了指脸上的伤痕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些都是富琛他们伤的，我要告他们故意伤害，且不接受和解。”警察点头，拍下了我的伤痕，留作证据。最终因证据确凿，富家人被警察强行带走。戴上银手镯的那一刻，富然才开始慌了，连忙红了眼眶，跑向我。他死死抱住我的胳膊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“妈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要坐牢。若是之前，我肯定舍不得富然受委屈，可现在我却推开了他的手，一字一顿道：可这次，妈妈不想再原谅你了。”富家人和林婉被带走后，事情也算告一段落。我在医院消毒包扎了伤口后，便打车回去和闺蜜分享喜讯。听到林婉和富家人被抓走后，闺蜜胃口大开，乐得狂炫了3袋薯片。这之后，据说富家人和林婉在牢里打起来了，富琛狂扇林婉巴掌，林婉也对富琛又抓又挠，他们谁也不肯放过谁，最终打得2败俱伤。出来后，林婉直接抛下富琛一家跑路，富琛人财两空，这才开始后悔，疯狂给我打电话发短信：“舒婷，我错了，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冉冉也很想你，别闹了，回来好不好？舒婷，求你回来吧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”我都选择无视，后面更是嫌烦，直接拉黑删除。现在才开始后悔，早干嘛去了？我以为富琛他们会就此放弃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但我却低估了他们的无耻。再次和富琛一家见面是在公司楼下，彼时他们一家人轰轰烈烈地跑到我公司楼下，婆婆拉着横幅，富然和富琛则跪在地上。看到我出现，父子俩都哭成了泪人，眼眶通红的认错求原谅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
我之前都是被林婉那个贱女人给骗了，才会那么伤害你。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的好，求你回来吧，妈妈，冉冉好想你，你别抛下我们好不好？冉冉答应你，以后肯定会乖乖听你的话。奶奶也知道错了，她还特意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，就等着你回去吃呢。他们声泪俱下，不知情的同事见状，都不免同情起了他们，朝我投来鄙夷不屑的目光，议论纷纷。舒婷怎么这么狠心，连老公孩子都不要了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都是一家人，再怎么生气也不能不要老公孩子啊！就是，而且她老公孩子都求到公司楼下了，够有诚意了，再不原谅就是舒婷矫情了。听到同事的议论，傅琛唇角上扬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我，我却觉得恶心。都现在了，傅琛还是没学会尊重我，他还在试图道德绑架我，逼迫我妥协答应。想到这儿，我冷冷瞥了他们一眼，当众爆出了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。当初你们袒护小三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，而且你们现在后悔，也不是后悔我走了，只是后悔失去了我这个免费保姆。傅琛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也同意净身出户了，我不欠你什么，以后你也别再来打扰我了。听我这么说，舆论瞬间反转，之前还帮着傅琛他们说话的同事纷纷谴责起了傅家人，一家子白眼狼，活该舒婷不要他们，渣男，假惺惺的装深情给谁看，还不快滚！在同事的指责下，傅琛一家尴尬的红了脸，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后面同事更是叫来保安，傅琛张嘴想说什么，没等他开口，保安已经毫不客气地将他们丢了出去。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死心，这之后傅琛父子俩还是会变着法地求我原谅。傅琛专门弄了个新号来加我，把朋友圈的背景换成了我们的婚纱照，还专门置顶，并且向来不爱发朋友圈的他开始频繁更新朋友圈，在朋友圈里发我们曾经的合照，配文的内容都不外乎是回忆过去，求我原谅。傅然也经常给我发语音，诉说对我的想念，我都不为所动，把傅琛的新号也给拉黑删除了。我以为傅琛会就此放弃，没想到他却更加疯狂，不仅每天等在我家楼下给我送他亲手做的饭，更是雷打不动的每天下单玫瑰送到我的工位上。记忆里，傅琛向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如今居然肯为了我下厨做饭。若是之前，我肯定会感动，但自从见识过他们的冷血无情后，我对他们就再也不抱任何期待了。现在面对傅琛的讨好，我也只觉得恶心。我把傅琛送来的饭和花都扔进了垃圾桶里，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。闺蜜看出了我的嫌弃，为了让我免受傅琛的骚扰，她给我出了个主意：舒婷，要不我让我哥假扮你男友吧，这样傅琛兴许就会知难而退，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我思索片刻，还是同意了下来，和闺蜜的哥哥江里加上了微信。这天闺蜜加班，我替她去接甜甜。放学的傅然看到是我，眼睛一亮，向我小跑而来：妈妈，你来接我了，你终于原谅我了。她正要扑进我怀里，甜甜却抢先一步抱住了我。干妈，我好想你啊！傅然顿时恼了，一把将甜甜推倒在地。江甜甜，这是我妈。我立马将甜甜护在身后，对着傅然就是一巴掌。傅然，你过分了！傅然捂着脸，红着眼眶看向我：妈，你居然为了这个死丫头打我！我冷声回怼：我可没你这样的儿子。傅琛闻声赶来，见到我眼中一喜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：舒婷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理我的，是不是傅然又惹你生气了？傅然，
还不和你妈道歉？教训完傅然后，傅琛深情地看向我，舒婷，我替你教训他了，你和我回去吧。我冷漠甩开，晚了，我们不可能了。傅琛满脸疑惑，为什么？我正要开口，一道男声却从我身后传来，因为她有男朋友了。转头望去，是闺蜜的哥哥江离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在我愣神间，江离搂住我，附耳道：“是倩倩担心你被骚扰，特意让我来救场的。”我也没拒绝，配合他演戏，介绍一下我男友江离。傅琛疯狂摇头，不肯相信。我不信，这肯定是你找来气我的演员，对不对？舒婷，你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和别人在一起？我冷冷道：“爱信不信。”说着，我当着他的面和江离十指紧扣。傅琛脸色铁青的被气走。这之后，为了避免傅琛的骚扰，我和江离经常成双入对，感情迅速升温。再加上闺蜜的疯狂撮合，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。一开始，傅琛还试图自欺欺人，直到他亲眼看到江离给我戴上婚戒，才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。我和江离订婚那天，他和傅然也来了。舒婷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妈妈，我错了。我连个眼神都没给他们，直接掠过他们，扑进了台上江离的怀里。台上，我和江离在众人的祝福中甜蜜拥吻，他们一大一小却在台下哭红了眼。这之后，傅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便开始报复林婉。傅琛联系上了富二代，将林婉害死孩子的事告诉了他。富二代一气之下，直接找上门，把林婉抓回去折磨。没多久，林婉就被当成玩物，活活折磨致死。而傅琛一家没多久也因为白血病死去。临死前，他给我写了99封的遗书，字里行间全是忏悔。舒婷，欠你的，我用生命来还。下辈子我们还做夫妻，好吗？我却不为所动，反手把这些情书烧了，冲身旁的江离甜甜一笑，未来一片美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